那么难道我们要像庞培欧一样，变成俄乌吗？变成那个乌克兰吗？来看看最新的相关消息。普京，这是俄罗斯突然宣布的，乌克兰周边正在进行核武演习，要回应西方威胁。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这个是俄国所释放出来的影片。在准备核武，那里头是核弹吗？是核武器吗？还是模拟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但他官方所告诉大家的是，这叫战术性的核武演习，随时会用来回应西方的威胁。那这代表什么？接下来不会客气，甚至接下来各种在南部军区进行并吞乌克兰部分地区接壤的地方哦，都没有具体的说明。为此，乌克兰的处境想必比过去更要艰难。那美国态度是什么呢？美国态度是 Austin 告诉大家说，预期乌克兰不会在其他领域之外领土以外的地方用美国提供的武器。什么意思呢？就是就算俄罗斯取得了进展在进攻方面，但美国还是不希望我们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武器里面被用去打俄罗斯本土，所以就是把范围限制使用在乌克兰境内，只能抵抗，不能够进攻。那所以泽伦斯基有这一段在网络上被流传的话，就是说居然是被威胁了吗？但是这个来自于一个账号，这个账号是有一些媒体报道的说法是说，乌克兰现在面临的是几乎军事援助要把它停止的这种威胁。因为人力已经不够了，军力已经不够，武器已经不够了，现在好不容易送到了一些，那现在呢却发生没有乌克兰可以使用风暴之影飞弹攻击俄罗斯领土，但现在都没有成真，这是英国曾经表示的，但美国却不是，美国却要求你不可以用在这种攻击俄罗斯的用途上，否则你将会全面被断供。所以乌克兰现在只能挨打，只能抵抗，但想办法要取得战事胜利的或者扭转战事的可能性当然是微乎其微咯。甚至俄罗斯跟伊朗的统一口径，伊朗的总统坠机死亡的消息，那普京已经承诺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协助查清真相。他认为莱西去世是巨大的损失，而且呢，他还要亲自参加丧礼哦，在苏凯35即将护航之下访问德黑兰去参加丧礼。所以这代表普京很高度的重视，也要跟伊朗再来合作跟结盟吗？坠机身亡之后，有更多的细节被曝光出来，包括了伊朗办公室所披露的消息是说，直升机飞行30分钟之后，前面就出现了云团，所以飞行员呢有3架飞机嘛，就被指示说要提高高度飞过云层，就另外2架都顺利飞过啦。为什么唯独这一架理论上总统专机应该更严谨、更好、更被高度重视，却没有回应了呢？那办公室赶快去打给包括总统啊、外长，还要打手机耶。那直接雷达上找不到人了，就没有人接听，他才打了飞行员的电话，直升机上另外一个人接电话了，说我掉在山上，感觉很不舒服，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照理说3架直升机的这个规格很少，总统专机怎么可能只有它掉下来，而它的规格一定是更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还要查真相。而在国际法庭公布要逮捕以哈双方领袖这件事情，拜登出手强力的抵抗，他说以色列在加沙走廊上对哈马斯的攻势并没有构成种族灭绝，所以要把以色列跟哈马斯画上等号，2个人都要抓起来，太离谱了，无法接受，所以要去抵抗这样的裁决，他反对那拜登政府还获得国会的跨党派支持，不排除要适当回应，怎么回应呢？去反对他，或去提否决，或什么方式不知道，但显然他还是力挺以色列到底。那跟乌克兰的态度也不太一样，这当然是实力原则赖教授看到俄罗斯现在的动作里头所展现，如果真的要进行战术性核武演习的时候，还要告诉西方世界的讯息是什么？准备打核弹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一般来讲，在进行演习的时候，无外乎几种，一个就是讹诈，我骗你的，吓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要打，我只是故意吓你看，吓成功了就赚了嘛。反正这个都是假的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演习，就是为了讹诈；另外一个演习就是展示我的肌肉，说我有能力这样做。好，那这个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嘛那对方看到你真的有这个实力了，那我算了这个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演习的第2个功能，第3个的情况就是我在练兵了，准备要打了，让我的战士们先熟悉这个做法。
第二个呢，我大拉拉的就把这些核弹装上弹头了，把我的弹头本来按照规定啊，核弹头跟弹体是要分开的，好，因为这个确保说我们不会误会，也就是我做出来的核弹的弹头，我不能够直接装在这个我的载具上面，这个是规定的哦，因为大家都怕说如果误会打起来，所以一般来讲，除了战备的核武以外，打错是吗？当它装起来的时候，尤其是战术核武，那么战术核武，特别是中短程的战术核武，一旦装起来的时候，就代表说我随时有可能打，然后我武器已经往前推了。这个是我们在学军事学里面的一些原理，这个是基本的规定。好，那我们现在面临的几个问题是这样的，由于俄罗斯的本土受到攻击，所以俄罗斯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被乌克兰的攻击的时候，使用的是西方的武器，那俄罗斯已经觉得，那我要反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英国跟法国一直强调说北约要介入乌克兰的战场，要跟俄罗斯直接较量。那俄罗斯普丁已经多次说你来试看看嘛，试了那就是核弹。因为如果说假设以正规战的话，那么俄罗斯要跟整个北约，我讲是整个北约要打正规战，俄罗斯不可能赢，打不赢而且这个战争一打长期对俄罗斯非常不理想。所以我当时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多次的评论我的预测，也就是说，如果一旦要打俄国跟北约要打仗的话，他一定第一时间就使用核弹。那现在的问题是使用战略核武还是用战术核武？战略核武跟战术核武的区别在哪里？战略核武基本上是以大城市作为目标，大的工业区，例如说美国的硅谷这个作为目标。那大城市就是说，例如说像纽约啦、华盛顿啦这种大城市，芝加哥啦。旧金山啦，或者是像洛杉矶啦这种大城市作为直接攻击的目标，在欧洲那当然就是伦敦、巴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等这些大城市作为一个主要目标，这就是战略核武。那普丁这次展示的就是说我要用的是战术核武，而不是战略核武。可是战术核武它可以用在北约的领土上，可它可以只用在乌克兰的领土上。那战术核武基本上是对于大型的军事目标做攻击，军事基地做攻击。如果它只用在乌克兰的大型的军事基地，这第一个。第二个，对于北约的教官还有武器比较多援助乌克兰的，在大西方，也就是乌西部分的这些大的军事基地用核武攻击的话，那这个时候北约的这些军事教官死伤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存活。只要在这个基地内跟基地外几公里内，一个战术核武下去以后，这个基地没了，然后里面人全死。那如果说有大量的北约的军事教官，例如说美国的、英国、法国的这些高军官，大量的死亡在乌克兰境内，你美国反不反应？德国、法国、英国要反不反应？所以现在考验的就是你北约要怎么处理。那普丁这一手展示的实力，就是告诉你，你要猜我是恫吓还是威慑，还是我准备要打，你自己去猜看看。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拜登来说，真的已经很困难了。如果真的这样动手，那真的是人类文明的灾难了。袁教授，你看看从伊朗发生事情到现在俄罗斯的态度，其实结合起来的话，会是另外一股很难西方社会可以忽视的力量。我伊朗莱西总统这个死的事情呢，让我觉得疑点很多啊。刚刚浅秋一介绍之后，我发现疑点又多了一个，因为我亲眼看到他那个影片是掉在湖里头嘛，你现在突然有一个人掉在山里头那是他事先被推下去了，怎么回事弹出去弹出去，为什么会弹出去呢？然后我先讲的三大疑点呢，我觉得非常不可理解首先，第一个，这个伊朗的莱西总统是很有名的，而且他本身确实是有危险性的。因为这个大家要知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全世界到美国留学最多人数不是台湾跟韩国台湾跟韩国加起来没有伊朗去的人多那伊朗本身原来那个在1979年巴勒维那个做国王的时候那个伊朗本身的话呢是非常自由的，然后因为换了一个科梅尼以后就完全变了。所以说那个莱辛他们现在走这个宗教路线的话，他在伊朗内部的话呢是有人不太爽的，是非常非常想要他死的，所以说这个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能理解。
3架直升机，2架不载总统的都安全到达了。对，有1架带了总统加外交部长啊，就居然没有人谈外交部长，好像该死一样。这个奇怪了，这个特别奇怪啊，对不对？那这件事情的话，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一开始我看到的包含着国外媒体讲什么大雾弥漫啊，又是什么的。你要知道，我在大陆坐那个新能源车，人家那个无人驾驶啊，根本管你什么有雾没雾的，都照样开啊，对不对？那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多进步，然后又有人讲说是跟美国买的40年前的直升机啊。真的吗？伊朗能不能？伊朗有办法提供给胡塞武装这么先进的那个导弹、飞弹的、火箭的，那居然自己总统坐的直升机还会摔掉，摔掉不说，外交部长一起死掉了。就我们一般普通来讲，有钱人的家庭都夫妇不能够同时坐一个飞机啊，对不对？那这伊朗没有这个概念吗？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觉得一连串的问号，使得现在俄罗斯不得不出手啊。为什么呢？因为伊朗据我得到的消息，真的简直是悲惨啊！因为伊朗被这个美国制裁了，从79年到现在的话呢，就是算看也是45年了嘛，对不对？在制裁这么久的话呢，伊朗现在今年的话呢，就是通货膨胀的1600多啊。对不对？那我过得非常惨了。原来是世界数1数2的产油国，伊朗那块油田跟沙烏地阿拉伯油田是同一块油田的，对不对？大家比赛挖的速度而已啊。那你现在的话来搞成这个样子，据说了，那个莱辛总统掉到湖里去的时候，还跟美国求救，美国理都不理。难看嘛，对不对？把你这高官厉害的人物杀光光了以后，现在连总统都干掉。对不起啊，我不是讲的意思，没有任何阴谋的讲法。但是因为我这个做了很多怀疑，外界有很多合理的怀疑嘛。就是我讲的这些道理吧，就太奇怪了嘛，对不对？你自己了解到莱辛德对于伊朗的重要性，而且伊朗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在发展过程中终于找到一个出路。什么出路呢？就是2023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伊朗跟那个沙特他们之间的话呢，在这个北京呢谈到还对仗啊，还讲了什么以后开始啊，两国什叶派教徒跟逊尼派教徒啊，大家共同一个促成这个相互努力啊。伊朗是在中东地区的讲话声音是比沙特大多的。现在以色列面对的自己北边的真主党哈斯布拉啊，然后呢，他们自己国内打的哈马斯，还有那个胡塞武装，他们都是什叶派教徒啊，都是伊朗支持的。这个巴以之间的冲突，基本上就是一场这个伊朗的这个代理人战争了。所以以色列对伊朗恨之入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出现这个完全不可以理解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合理的怀疑啊，要想到那伊朗的国家其实讲起来蛮惨的，但是他伊朗什叶派教徒宗教狂热，我从以前在国外是看到，只要伊朗一游行啊，那什叶派教徒啊，光拍自己头啊，就拍得满脸是血。我是试了好几次，从来都没有拍出来过破的血。你那个拍头得认真的拍啊。好，斌哥啊，我们从外电看到很多当伊朗总统这个逝世的消息，民众啊、支持者啊，哀戚一片。但是在美国跟以色列的态度上面完全不一样。现在普京介入之后，如果两国联手，哇，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其实莱西就是意外身亡之后，伊朗内部其实也是两极化，因为有一些反对派也是在那边普天同庆的。那当然，他的支持者是非常难过的。所以现在就是到底他的死因为何？这中间有没有阴谋？是个意外还是人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都在查证。那普丁就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他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来要跟伊朗在更深一层的结合。因为对普丁来讲，他已经很明显了嘛。因为美国利用乌克兰的事情，希望能够削弱俄罗斯的实力。那俄罗斯现在就是赶快去跟中国大陆、跟伊朗、跟这些有更深层的合作，才能够去反制美国。所以我觉得后冷战时代已经开始了，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你看，普丁只要一把核弹拿出来，美国就不讲话了，美国就收回去了。那表示很明显嘛，就是大家都不想打第3次世界大战嘛。所以等候了，对，最怕他不怕，我们就麻烦了。对啊，所以他就是叫你怕啊，就是叫你不准进来啊，你进来试试看。因为在这一阵子乌克兰战事不利的时候，好几个北约的国家都好像意思就是他们要派人来啊，说来当教官啊，甚至直接参战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声浪啊。那其中讲的最大声不就是马克宏吗？那请问一下，马克宏现在去了没有？也没去啊。那所以我觉得普丁把这个核弹搬出来，就是说你们可以闭嘴了，不用再讲了，因为我们也知道你们不敢，那大家就不要再就这件事情去啰嗦。那可是乌克兰的处境其实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美国给乌克兰的武器是有限制性的，其实就跟他给我们的武器是有限制性的一样。美国给我们的飞机是没有对地攻击能力的，之前就被美国拿掉了。那他对我们也有很多重重的限制，很多的军事机密是不告诉我们的。所以未来万一哪一天台湾这边也发生战事，其实我们的处境就跟乌克兰
大同小异，差不多。也就是你顶多只能保护自己，但是你不可能去主动攻击对方。实际上，乌克兰尝试了主动几次攻击俄罗斯，那有导致什么样的一个让战事逆转或什么吗？其实也并没有，只是让俄罗斯集结更多的兵力去对付他而已。所以我觉得乌克兰自己也要想清楚，他一直在抱怨这抱怨那，但是问题是你背后支持者到底美国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你恐怕要考虑清楚，你的老板现在在担心什么？那但是我觉得拜登现在为这件事情去杠上这个 ICC 哦，我是认为蛮不智的。也就是我当然知道美国跟以色列都不会甩 ICC 啦 ，ICC 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但是你拜登这个时候刻意去讲说他无法接受，然后说，而且他特别讲了以色列这边在进行的不是种族灭绝。那我觉得，那你这个就是大家要讲细节的话，那你就要证明到底为什么这不算种族灭绝？已经把人围在里头大屠杀，请问一下，这不叫种族灭绝？怎么叫种族灭绝？所以我觉得拜登其实在一步一步走向跟他自己的价值，跟西方过去几十年来自己标榜的人权价值相对撞的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状态。我认为拜登这样做法是对的吗？你为了眼前这一点选票，实际上我也不认为他这样讲话会帮他拿到选票，搞不好会丧失更多年轻的选票。但他把学运都控制住了，表示控制之中，没有在担心吗？真的控制住了吗？现在目前暂时是停下来校园的抗议。来看看另外在国际上的飞安意外又发生了，然后又是波音啊，波音777。不过这一次波音777呢，并不是因为机械故障，现在看起来比较大的原因应该是来自于乱流。那我看到一些飞航图上面，的确整个雷雨包都包围在这个周围，以至于有3分钟急坠到6000英里这么恐怖的急速的降落，造成了迫降到曼谷，造成了2人死亡。第一时间听到1个人，结果现在又有第2个人伤重不治身亡，因为这个乘客都弹到机顶上打破了。我们先看看影片哦，这影片这惊悚的程度，其实我还有我朋友就是新航的空姐，她就给了我更多可怕的画面。这个已经是后面了，我看到的是还有乘客在机上的画面，除了碎裂一地之外，还有人弹上了这个飞机顶，然后打破，然后头破血流，乘客东西散落一地，这种各种画面是乘客还在的情况之下，现在是2死30伤，到处都是血迹，各种管线啊、天花板被撞的凹的凹，乱的乱。那这个3分钟急速下坠的情况是很恐怖的。而其实现在迫降到泰国之后，波音做出了回应哦。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还要清查原因啊，避免未来再度发生啊。但是它的股价已经第2次发生这个状况了，521开盘跳水，中场收黑了1.01%，美股变成184.78了啊，所以这股价已经第2次，第一次被中国制裁，第2次就是现在这次出事。也就是说，当波音在美国还在政府强力要推销的情况之下，那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有没有注意到安全的问题呢？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是说会迅速派代表去查技术的问题等等的事故的原因有没有跟机械或者是平衡有关系。波音只是回应，还要跟新加坡航空联系，准备提供支援啊。进一步要把问题转交给航空公司跟当局处理。印度也有离奇的空中事故，是谁？也是波音777这是阿联酋航空一架载有220多名乘客的波音777飞机，5月20号也是在当天发生在晚上9点15分，这真的很离奇，离奇到不可思议。你知道他准备在孟买降落的时候撞上什么吗？40只红鹤。4只红鹤一起撞777飞机，这到底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了解为什么。总之，这飞机就严重的受损，取消了回航的航班哦。那印度官员说，过去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离奇的事情。这群红鹤是应该要飞往红鹤保护区的，却不巧被飞机全部给撞上，就40只。那所以呢，现在对于全球乘客或者各个航空公司对于波音的信任呢，恐怕是降到了谷底，以至于连沙烏地阿拉伯都冷落了波音公司，签署了一份空巴在法国的空巴的交易的巨额订单。这可以说是在沙烏地阿拉伯里面最有钱的他们了嘛该国史上最大的飞机交易，包括去年向波音本来订了72架波音啊，现在都还没有付款。
还考虑啊，787还不要买啊。但是另外买的是105架的新的空巴，法国开心了哦。但叶伦呢？叶伦在美国的官方官员的部分对这件事情的讨论，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只是说，敦促欧盟跟美国呢，透过统一的战略方式对中国产业政策做出回应，才能保护欧美制造商的生存。要保护波音的生存吗？不是先从它的安全系数提升来考虑，它是要先国对国，哇，先把中国挡住了再说吗？保护制造商的生存，那谁来保护消费者呢？那还有中国的反击。要不管欧洲、欧盟或者是美国对它的制裁也是一波接一波。中欧商会表示，中国可能会考虑从美国或欧盟进口车的这个临时关税提高到25%，因为美国跟欧盟嘛有一些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汽车的这个抵制跟围堵哦，所以把关税提得到美国好100%，他就说有可能接下来欧洲、美国进来的汽车，它也要收到25%提高的关税。那这当然影响车市就很大啦，本身自己自产国产的就已经很有竞争力，加上这个关税，所以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00%关税是拜登做出来的事情。外交家这个媒体就说了，美国要思考啊，想清楚啊，从折价具、丙烯汽车，现在一波接一波，美国承受得起吗？这个电动车市场跟中国的竞争哦，要借鉴中国产业政策。这是媒体给他的建议，而不是透过加征关税得到短期的效果。那实际上影响销售的能力有限，但是不是会反而重创自己产业的供应链跟全球的布局呢？赖教授看到波音的消息，真的大家心惊惊。我看到了好多那个不适合在媒体上镜头上看到，血流满面的空姐啊，还有头破血流的乘客啊，这个是让大家心里真的挺害怕的。波音这段时间的基温啊，对于波音的营运，对波音的股价啊，波音已经连续亏损5年了。如果它这样一直在亏损下去，一直靠着美国政府的补贴来维持它的营运，我觉得这个波音的未来真的看绿啊。那它必须要赶快清查出它到底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因为像这款飞机啊，也是如果我们从台北到巴黎，因为我刚好这次去欧洲的时候就搭这个飞机。777-300哦，当然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空中安全啊，没事的话就一定即使这个已经飞得平稳了你没事没有离开座位，安全带还是要系着啊，因为我会随时会检查一下那个我的太太有没有系好她的安全带有没有系好啊，因为这种乱流的情况是很常见的。那空姐她们本身比较危险啊，因为有的时候她们就突如其来的。他们可能在供餐、在服务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所以他们这是一个蛮高危险的行业。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乘客都要尽量配合这些机组人员他们的指示跟要求，没事就安全带系紧啊。我听说新航的新政策就是规定，只要以后指示灯一亮，全部机组员不服务了，回去座位坐好。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应该要完全配合，也要完全遵守这个机长的一个规定因为机长最了解这个飞机。不过我觉得目前来讲，确实是应该要调查，就是说，波音777本身对于气象气候的侦测能力到底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一定会侦测到乱流，那么机长一定会通知所有的乘客，那么要注意乱流可能会来。因为我记得我在这段时间在搭的时候，那我们的机长都会随时通报说，在前面不远处大概会有乱流，那或者是在什么情况多久可能会开始遭遇乱流，所以要求乘客要把安全带都系好。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那就代表说，其实在飞机的侦测能力上是有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一次会突然间3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乱流，让飞机这样一下子急降到6000英尺，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个情况，而且也很危机。我觉得这个当然要去了解，就是说这个飞机本身在侦测、在应对飞机本身在面临乱流的时候，它的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要调查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情形会让大家比较安心。但是波音看起来情况不理想。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欧洲目前来讲，德国的总理肖尔兹是很明确的反对，那他跟瑞典的首相也很明确的反对欧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课征关税，非常明确的反对。可是冯德莱恩看起来是追随美国一路走到底了，鹰派也完全不考虑他自己国家的总理，
还有瑞典这个生产汽车大国之一的首相的强烈的反对，他看起来是要征税了。那在还没有征税之前，中国大陆已经放出动作了，所以欧盟在中国的商会这一次的报告中，他们就揭露他们所掌握到的讯息。中国大陆目前来讲是要从减碳这个角度来着手，对于大排碳量的大引擎的汽车，例如说2.5公升左右以上的，还有 SUV， 那么目前初步规范会课征25%的关税，会加了。但是如果欧盟对于中国的关税一课，当然欧盟已经说它不会跟美国一样课100%，但是你只要加征了，中国大陆也会再反击，报复也一定会反击。所以除了这些大排碳量的汽车要课征关税以外，以后可能还会叠加上去。然后对于其他的关税，其他的例如说比较低排碳量的，你课征多少，中国大陆就反击多少。那你美国一样，你美国如果课100%，你通用在中国大陆就不用卖了，你的福特也不用卖了，凯迪拉克也都不用卖了，因为中国大陆也一定会报复性的一个反击。我觉得现在的工具并不是只有美国有，中国大陆也有它的工具啊。是贸易大战还没打完，但安全系数这种该是基本的才对嘛？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中经济对抗，美国的做法是什么？要联合欧盟，所以耶伦才会说要应对，跟欧盟一起联手，对于中国可能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企业，要把它保护起来。这个耶伦的讲法已经是好久了一段时间。上次到中国的时候啊，原来的话呢，就是吃东西是表现得很善良的样子，但是想到就说中国的话呢，生产过剩的时候呢，就露出很凶狠的样子。回到美国去以后呢，变本加厉啊，拿这个当事儿来讲啊，那实际上的话呢，这个产品过多啊。这个不是什么重点啊，这个真正重点有2方面了。你第一个的话呢，那个中国的产品你竞争不过，你现在说人家产品过多，人家就是因为你竞争不过，所以人家在尽量生产啊，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严格来讲，就刚刚提到波音的问题，我这几天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从小的梦幻公司就是波音公司了。啊，因为我们总是比较喜欢一点洋事物啊，就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商嘛。那波音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话，其实我心里蛮难过的。但是我看了一些报道讲，就是美国的工人的工作伦理啊，就确实是有问题。美国工作伦理呢分成2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的话呢，美国的工会啊越来越强大了。大家要了解啊，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工会不应该那么强大，应该是保护资方的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美国工会，尤其是上次美国3大公司一起罢工以后啊，然后两个一个现任总统，一个总统候选人跑去面对美国这个汽车工会的时候啊，比赛加码，加到最后1个钟头啊40块美金啊，那些肥肥胖胖的工人高兴得不得了啊！你通通准了。你想想看，如果连汽车的工会都已经厉害到这种地步的话，那个波音公司的工会相当保护他们自己的员工。所以你员工一旦被保护的话，你没有过度生产，你没有剩余生产的问题，你基本上的话呢，你产出来东西的质量就构成了大家值得怀疑的地方。所以这个是真正的重点。那美国这种国家的体制，耶伦这样子的人他都不敢讲我们的工人有问题，刚好相反，他说啊，我们工人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人家的产业政策，人家的产业政策啊，就是不断的补贴啊，想尽办法低价求售啊，大家要了解啊，那你赔本的叫做输血外销，你输血外销搞久了也是不行啊，对不对？我认为市场都知道，市场就是应该自由的，所以你刚刚这个外交官的杂志里面说什么啊？这个建议美国要借鉴中国的产业政策。根本就不可能，美国的工人，我跟你讲，不是美国工人啊，美国人啊，包含美国的游民啊，美国的那种无家可归人都被保护得很好啊。你要了解，你如果对美国稍微有点了解，大家为什么喜欢去美国？因为美国是好人跟废人都一样有好的地方啊，就要了解这种情况。那你在这种情况的话呢，美国怎么可能啊？当然了，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借鉴中国的产业政策，但是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有工作伦理上的差别，而且这种情况下的话，越搞越恶劣
啊，因为你这个制度上来讲就不一样，所以中国基本上的话，它的制度本身在产业上就占据了优势。好经典的一句话：好人跟废人都过得一样好的地方。对呀，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做对抗的时候，那显然还是要继续保护自己人，那安全系数就不重要，不是不重要，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新航这一次波音777的意外虽然不是机械故障，但还是吓坏大家了。这个一定的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也经历过这种突然之间下降很多。我当场看到我旁边的乘客，因为当时那个空姐正好拿一杯可口可乐给他，那可口可乐就整个泼在他脸上，就直接泼在他脸上。我看那个空姐想笑不敢笑，就很尴尬那个样。那我们那个不过降几百尺而已，对，他那个是几千尺6000英尺。对啊，所以那个你就知道那是非常恐怖的一种体验了。那这个怪就怪在就是理论上来说，前面有乱流，机长应该是会知道，他会侦测到的，他会提前通知乘客叫他回去座位系好安全带。可是这次显然没有做到这件事情，那是人为的疏失还是机械的故障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都要再去研究。那印度这个事情就更怪，因为这个事情正常来说，机场旁边有鸟类在飞行，有鸟群在飞行，机场应该要立刻通知所有的在空飞机，你不要降落。然后等我们把这些鸟类驱赶完之后，那确定空域是净空的时候，你才可以降落。基本上所有的机场的 SOP 应该都是这样。那我个人认为，这恐怕是塔台这边。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简秋。这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简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520就职，赖清德总统第3天的就职之后，立法院还有各种的冲突，2读通过，礼拜5还有一场硬仗。但对于两岸的关系呢，大家对他的看法如何？民意如何展现？根据 TBS 最新的民调数字问，请问您对赖清德政府处理两岸关系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的加一加，只有3%5%、3%6左右，非常有信心跟还算有信心的啦跟不太有信心、很没有信心的有5%3%，超过50%的人其实是没有信心，甚至担心的吗？那当然，现在在对岸的态度里头，也是连续2天都是很严正的，而且越讲越重的言辞在轰两岸议题这一点包括了王毅。从第一天第一时间的回应，现在又再度的追加，他是说赖清德支流背叛民族和祖先的丑行令人不齿，而且呢，所有的台独分裂分子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上。昨天是喊3不可，今天直接骂背叛民族很不耻。而在国台办的部分也是第2次发言，陈冰华说赖清德再怎么奴颜卑膝的向外部势力献媚求援，指的当然是美国，那也只不过是棋子而已。这个棋子将会成为弃子，自食恶果。那像这样所谓的自食恶果，会做出什么样强硬的手段吗？会做什么吗？大家外界也在关心跟担忧。那么另类的文攻武吓吗？人民日报也有全版痛批赖清德的各种言论的说法而美国方面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给予肯定啊，就说哎呀表现得很好啊，很稳健呐，很这个维持现状，完全符合美方对于赖清德的期待。庞佩奥前美国国务卿则是说，美国对于台湾来讲台湾要对美国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在台海这里的关系里的利益也是跟美国利益有关系，基于自身的利益。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一旦发生战事或有问题的时候，美国一定会到他说美国一定会到，但是重点是你自己也要避免这种情况来不要像俄罗斯、乌克兰的这种战争冲突，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那是很糟糕的一天。只有1天吗？恐怕是好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要到这一天吗？美国真的会到吗？这庞佩奥说美国会，但历史上给大家的教训是什么？包括了在亲美的巴勒维王朝伊朗革命成功之后，后来有伸出援手吗？越战的时候，美国撤军越南更不用讲了。
撤军阿富汗的画面更是大家历历在目，直接把人直接挂在飞机上飞走了，连夜离开撤离哦。俄乌战争现在呢还在进行，乌克兰还有现在弹尽援绝，人力各方面兵力通通不足的问题也还在打仗，所以现在美中的军事较量会在台海还是在南海还是在各地？目前看到的是福建号这个第2次，明天就要在第2次的海试测试因为这第3艘航空母舰被关注，是因为它的配备。大家外界关注是不是真的大要进？那么9号才刚完成第1次的海试，第2次又要隔13天而已进行大家就很关注，到底是有迫切的战术需求，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或者是动52、动54这些将停产的这些飞机呢？原有的旧型还要再追加订单，那新的也会继续在研发，代表什么呢？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就说了，中国目前面临紧迫的战备需求。解放军需要快速的增加现有的成熟舰艇的数量，所以才会不断的增产跟增购或者是新研发，所以这是一种秀肌肉吗？那神秘的轰20，解放军也再把它列出来让外界来看。在彬哥，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刚刚上任第3天，民众对于两岸关系他喊出来要开放啊、交流啊、要有陆生啊、要有观光啊，但显然现在看起来是只能当作梦一场嘛。其实对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有信心的人，我倒真想认识一下，听听他们的想法，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对赖清德如此有信心的。因为赖清德本来就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他上来就直接不演了，直接告诉你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不隶属，那这个是很明显的两国论。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两岸之间会有任何的善意吗？我看恐怕是非常困难。所以你这几天可以看到北京方面就一直炮火越来越逐渐猛烈，然后不断的加强。那看起来赖清德这边也是无动于衷，所以我觉得北京现在目前是表达他一个态度，但目前是属于文攻的部分。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可能不只是武吓，包括经济上，包括军事上，包括其他的东西，可能全面性的都会对赖清德实施一些他们所谓的惩戒。那在这种状况下，台湾到底要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看起来赖清德目前好像还沉浸在登基的喜悦当中，所以他好像并没有拿出一套什么办法出来。所以很多比较了解两岸之间事情的人，大概都会比较忧心。可是我是觉得忧心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们当初选出这样的总统，大概就应该要预料到会有这种后果，所以也不用太紧张，反正就这样了。那台湾未来就是大家自己要想办法去面对。那至于像 Pompeo 这种，我真的觉得他这种虚无缥缈的保证到底有什么意义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然后说你们这边就已经列出来，美国抛弃盟友的事情屡见不鲜。那请问一下，乌克兰现在已经打到这样了，人家已经整个世代年轻人都打光了，然后必须要去征女兵、征老人、征罪犯的时候，请问一下，美国有要出兵吗？还是没有啊？那美国不出兵的理由就是他跟俄罗斯打起来会变第3次世界大战。那为什么他跟中国大陆打不会？中国大陆也是核武大国啊，何况中俄现在又结盟了。所以我觉得那些认为美国愿意为台湾去打一场核子战争，打一场第3次世界大战，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有人可以说服我？因为我从小到大想不通这个逻辑啊。所以 Pompeo 你看他自己都讲，你不要等到那一天，因为中国大陆如果打到台湾的话，那是非常悲惨的一天，非常糟糕的一天。他也知道，那这个糟糕悲惨的一天谁来承受？台湾人自己承受。美国有选择权，台湾可没选择权。我们在这边，我们又跑不掉，我们也不是航空母舰，可以说走就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人自己要去面对的东西啊。那问题你如何面对？看起来赖清德是在美国的怂恿之下是越来越尖锐。那以后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自己要去思考。那对解放军来讲，他当然就是不断的加强他的军事现代化跟武器的更新。所以福建舰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第2次海试，我觉得他也感受到了某一种部分的急迫性。可是东方点兵讲这个说会追加 052D 跟054A， 我个人是并不完全认同这种意见，因为 052D 其实虽然是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设计，可是实际上大陆早就已经有 052D 的后续舰已经在研发当中了，然后 054B 都已经快要出来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他还会去大量生产
052D 或054B 吗？实际上054A 吗？你说现在的战争是单靠数量就取胜吗？其实中国大陆这2型的数量也已经非常多了，至少以在那个西太平洋或是东亚这一块的话，它的数量是足够的，所以我不认为它会去追加这么多的数量，反而我认为它恐怕是在研发，就是在055这边会更大量的去制造，因为火力比较强，吨位也比较大，能够适应更多的作战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每一个人不同的见解，可是我认为解放军当然是一直在准备战备。那美国人嘴巴上讲要支持台湾，他到现在欠我们东西越来越多，已经到220亿美元了。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要来？你要我们打仗，要我们帮美国人打仗，总要给我们武器吧？这边民调问民众对于赖清德总统两岸关系处理有没有信心？50%以上没有信心。苑老师，如果下一题问，那你对于庞培友说我们要对美国人有信心，相信美国人，如果我们被打，他一定会来，多少人会有信心？您有信心吗？庞培友讲的原文是 "We will be there"， 对 ，Where 啊？美国人根本就没断了来这附近逛逛啊！美国人称落地战争叫做 boots on the ground， 就是美国的军靴要落地啊！他敢讲这句话吗？他什么东西啊？一个减肥成功的个老怪物而已啊！他有什么资格来讲这种 "We will be there" 讲这种话？我们会来哪里啊？你要了解啊！今天的事情我不是不生气啊，我是说句良心话，我活了这么大的话呢，我因为对大陆的情况了解，在反映你这个逼大陆出手。昨天我们台大哲学系的同仁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得出了结论，大家都非常吓一跳，因为我们有缜密的逻辑，有细致的思考，我们最后发觉大陆是鸽派，赖清德成了鹰派了。赖清德就是挑衅大陆，准备打仗，依靠美国啊，这个还得了啊！我说一句良心话，我刚刚碰到还没有在讲说，我到底是不是住在台湾啊？我完全不能够了解。你说这个有人要说服你的逻辑啊，这根本就完全不能理解。你这个就是等于说是螳臂抗车。那你现在话呢，面临这种情况下，你好了，你现在能够产生的事情啊，就是说是目前为止，不要说大陆的官媒啊，什么王毅啊，什么一直在批评的不得了。马英九、朱立伦通通都在批评这次的就职演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坐实了台独宣言。我跟你讲的客气，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我都没有办法听啊。它里面讲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然后呢，我们的国名就叫台湾，就中华民国、台湾、台湾3合1啊。然后最后讲到台湾的时候，还自己还露出很自信的样子。那大家记得，你根本就是违法啊！你这个登记典礼你就违法啊！我们这个有这个两岸人民的这种条例啊，对不对？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你没有提到过一个大陆这个字，你这违法，违反宪法。我们按照这个宪法底下制定的规矩，你现在做了这种决定的话呢，你不是讲你自己一个人啊？听说你有个儿子有个孙子在美国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你拿我们的命开玩笑啊？你什么东西啊你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对不对？所有的人的话呢，人要打仗，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打仗啊？我现在所有财产就那个房子，我的房子挨个炸弹以后，我就一定要来 TVBS 上节目了，其他没办法生活了。对不对？你要想到这个问题啊，在很多人生活上就有非常大的困难了。这个你讲的话了，我跟你讲好，我讲3点原则。第一点原则，美国受益的啊。那之前大家讲啊，罗森伯格来了好几趟啊，就是来了好几趟，主要的原因是告诉你说啊，叫你不要乱讲话。错了，美国叫他乱讲话。我跟你讲，现在美国写的不够，你该讲说振臂一呼啊，你应该用英文讲的。第二点的话呢，我跟你讲哈。大陆真的是做好准备，现在没错了，现在是文攻了，就是在报上写文章。但是我觉得我们搞不清楚，而且我们的国防部里面市场这几天大陆的飞机有没有增加，有没有绕过界啊，说这些东西都没有跟我们讲。就我所猜测的哈，我这个完全是猜测，没有证据的话，我觉得已经做好了非常多的准备。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了解到整个大陆跟俄罗斯之间的话，他们关系很好，区域范围都分布得非常好。啊，大家要仔细观察我们对菲律宾的态度，就说是那个菲律宾现在跟大陆之间的话呢，那会是复制一遍在我们这身上啊，大家要注意。然后第三件事情，我觉得唯一的好消息是陈冰华国台办的发言人啊，他讲说啊，不管你怎么样，什么台独什么的哈，什么的，你们这个是至于的。他讲了啊，他说台湾的主流民意啊是要发展不要停滞，要和平不要战争。啊，那我一听的话觉得安心，我就属于主流民意的，这样子，就53%嘛，至少是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觉得万绿丛中一点红还是有一点好消息了，就在这里，就是说大陆知道台湾的民意的归向了啊，这一点还是重要的。
台湾民意当然想要和平啊，谁想要打仗啊？那现在这些局势的发展都超乎大家预期，因为之前大家很多比较相对乐观的预判嘛，但现在往这个方向来发展，接下来会怎么样？民进党要唱一个双簧啊，他之前在就职演说前，他就先跟媒体吹风，说会对大陆释出善意，所以台湾的媒体那么都从善意的角度来看，结果他的发表的演说是完全相反，事实上还在吃大陆的豆腐，也就是说，他把大陆的观光客允许他来台湾视成善意，看成是善意，这个简直是天下的大笑话。为什么？大陆观光客来台湾是让台湾的服务业振兴，让台湾的观旅业、观光旅游业能够振兴，这个是对于台湾是好的，受益的。台湾是受益方，你怎么说成变成是你对大陆的善意呢？然后又把大陆的陆生来到台湾，然后说成是对大陆的善意，这个很奇怪，因为台湾的私立大学里面都在少子化，都快倒了。而且呢，台湾的公立大学现在招生也面临不足，很多系都要面临裁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把这些对于台湾的私校的发展有帮助的，你把它说成是对大陆的善意，这个完全是荒腔走板。然后呢，你看看美国的媒体就开始说，你看民进党赖清德对大陆释出善意，说要用谈判的、用对话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主张和平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一场局，事实上美国早就剧本写好了，要赖清德这样演，然后他们的美国的媒体这样写，然后美国的做法就在前10天在联合国就直接说2758号决议文的台湾地位是未定的，就这样子一个整个局都演好了。演好了以后，王毅这次出手其实是告诉国台办，你第一个反应是不对的，因为王毅他本身的角色很重要，他是对台工作小组的秘书长，他上面就是王富宁，在上头就是习近平，那下面国台办是他的直接可以指导的一个部门，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国台办的反应太弱了，所以王毅在上海这个部长级会议的时候，那么直接的定调，我相信整个俄罗斯也好，全世界也好，都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了，因为已经定调了，赖清德背主汪中，台独的工作者，台独的自白书，你看，我相信今天晚上的央视。大陆的新华社整个就铺开了，人民日报已经开始铺开了，国台办赶快再加码。我觉得这个态度很明确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未来的4年，大陆跟民进党是对着干了。另外，未来的4年，大陆跟美国也对着干了，因为大陆很清楚的知道了，这个就是你美国一手在策划，赖清德也不过就是一个执行者。庞佩奥讲的话，坦白说无足轻重了。一个卸任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只能靠来到台湾捞一点这个零用钱，这生活费。因为庞佩奥现在在美国的处境其实不是很顺利，那没有一个大企业敢聘这个人，因为他是被中国大陆制裁的人。任何企业只要跟他聘他，他跟中国大陆的生意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他只能够一段时间就来台湾捞一点钱，几十万美金放口袋，就带回去过日子。过完没钱了，再来到台湾，再讲几句民进党爱听的话，就把台湾人的钱就放在口袋里面，再带回去。我相信他以后的日子就是这样过。另外，盖拉格也是嘛，我相信他也会常常来到台湾，因为他也被制裁了。21号开始，所以他口袋里面一空，他就来台湾掏我们人民的纳税钱，民进党就贡献给他。可恶啊！可恨啊，可悲啊！好，那航母的问题呢？中国大陆的航母这么短时间的海试代表什么？这是一个全新设计的航母，是全新设计的航母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做海试，这代表它的设计是正确的、成功的，所以才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开始进行第2次的海试。也在秀肌肉。